各位同学好，那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 Python 在大数据的角色。在 Python 的介绍，在1980年代后的话，有一个国外的电脑程式设计师，他开发了一个 Python， 然后并继承了 ABC 的程式语言的特性。然后呢，在1991年的时候呢 ，Python 它是首版有 0.9 版的部分就发行了哦。那凭借着那个简洁易学，还有强大的功能，然后吸引了开发者。那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 Python 2就发布了哦。这时候它有新增一个垃圾的机制跟 Unicode 的资源，那大幅增加了实用性的部分。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 ，Python 3就发布，然后呢就向后就不相容哦。那改变了语言的一致性哦，让这个语言更容易使用哦。然后呢，后续在2020年的时候 ，Python 2就停止支援了。那在 Python 介绍里面的话，我们会谈到 Python 它是我们时常注意到它的一个语言的部分是，它很容易方便使用、可读、简洁。然后呢，只要用空格排版的部分可以划分程式的区块，然后呢，让整个程式码的话更简洁、直观。然后呢，与 C、Java 来比的时候呢 ，Python 的话让开发者用很少的程式语言来实现相同的功能那 Python 的话，它是一个直译器那所以几乎的话是在所有的作业系统上面都可以运作那官方的话也有给 C 的 Python 让它可以支援 C 的程式码，有可以很好的性能的支援所以呢，在那个 Python 的话呢，它有一个基金会去管理，然后呢，一直更新这些Python 的软体的部分然后那软体的部分可以应用在网页开发资料科学，还有人工智慧等等领域使用好，那 Python 在大数据中的应用的话呢 ，Python 的话在大数据中它的应用主要是分成6点就是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数据的可视化。数据的框架的资源，还有机器学习与人工智慧自动化的脚本开发，以支援网络以大数据的服务。那在数据处理与分析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数据的清理预处理的开始，接着进行了数据统计的分析，并介绍了可能遭遇到的数据转换与处理，那处理这个大规模的方法并最后讲解数据汇出与汇整。那我们会逐步说明如何利用 Python 工具来简洁这些流程。好，那在数据清理与预处理部分的话，Python 提供了多种工具有 Pandas、NumPy， 这是一个有效的处理杂乱或缺失的数据进行清理与预处理的部分那可以补全一些数值或转换或计算那在数据统计分析 Python 就提供了快速计算那个指标的能力例如均值中位数跟标准差那在数据的转换与处理，那 Python 里面的话有一个 Pandas 它就可以做这样一个转换跟处理的功能它可以透过条件的过滤一些特定的数据或使用 Group by 的方式来对类别做分组统计你这样的话可以发挥比较高效能的数据分析。那再来是处理大规模的数据那我们会常想到大规模数据的话，会用 PySpark， 这个是一个 Apache Spark 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开源的软体它透过 Python 的 API 去做支援，所以它就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集并分散去做计算。那适合在大数据的处理的时候做分散式群聚的运算。那再来是数据的汇出与整合。那处理完全的那个数据的时候，要保存要把它储存到资料库里面的系统。那这时候我们就汇出 CSV 的文件。这时候数据会储存在 MySQL 或 MongoDB 等资料库。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在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那数据的可视化呢
Python 它提供一个强大数据的可视化工具，那使我们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工具来呈现数据。那不论是你是静态的图表，或者是一个互动的仪表板，这些工具的话呢，可以从数据面快速得到一些洞察，那它可以分享这些分析的结果。那大数据的话呢，它的框架的支持的部分，那 Python 的话，在大数据面的成功的地方的话呢，就在于它可以有各种大数据的框架是相互密集的，它可以让它有高效能处理跟分析海量的数据。那 Python 的话的灵活跟丰富的生态，让它可以支援多种大数据框架无缝整合。那这样的整合的话，不仅提高了大数据的效能，也可以让科学家的话专注在处理数据科学的一些问题。那就是多专注在无需再专注在技术面的细节。好，那机器学习的话跟人工智慧部分的话呢 ，Python 的话对于这方面的资源是非常的广泛的，特别是在处理大数据时，它可以高效的去建立人工智慧的模型，训练跟部署。那 Python 的话拥有它的工具比较灵活，在应用在场景里面，那可以成为机器学习跟人工智慧的话首选的语言工具。那所以说从这样一个基础数据建立到分散，我们可以深入这些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的模型的部署，然后让 Python 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技术生态，让开发者的话在不同阶段可以轻松去完成挑战。那自动化呢与脚本的开发，那随着数据的规模增长，数据的处理的需求也越来越复杂，这个也让我们对数据的处理过程要有一个高效的自动化。那 Python 的话，凭借的一个简单易用的语法，有强大的工具库的资源，在数据的处理还有业务工作量的自动化的部分优势，让开发自动化的脚本和数据处理有一个首选语言。那在资料的处理跟气流的截取部分的转换跟载入的管道里面的话，这样一个键字，就可以生成报表，然后呢，让自动化应用无所不在，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提高工作效率的部分。那资源云端与大数据的服务，那 Python 在资源这样一个服务的支持上面的话是非常优异的，能够轻松整合主流的云端平台跟大数据的工具。然后呢，开发者的话可以快速建立这样一个云端的应用跟数据处理的工作流量。那所以呢，这样提供工作效率的话，也可以大幅规模的有一个数据分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对这章章节 Python 在大数据角色的介绍，感谢你的聆听。